讲白了就一件事嘛，霸权、霸道、霸行。请问你炸伊朗，你是什么理由？请问你炸伊朗是根据什么国际法？请问那炸伊朗是根据了哪一条法律？根据了哪一条国际规则？根据了哪一项违反事务？伊朗没跟你谈吗？他是没有任何道理。以色列再多所谓的公平正义，你就明着在人家国土杀人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就我们继续讲细节。现在的状况是呢，这哈梅内伊死亡之后呢，伊朗官方媒体就宣布哈梅内伊阵亡消息。那这里面有个关键，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伊朗为什么这么快就承认哈梅内伊的死亡？代表说目前伊朗内部的权力的安排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虽然由总统跟最高级教师，还有一个军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来组成的临时这个最高的委员会。其实第一时间呢，佩泽西奇昂的住所也遭到了轰炸，他女儿是在第一时间有报喜，他大概率是偷偷搬到了他女儿或者是其他亲属的家里。不过这也可以看出一个事情，就是说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164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这么古老历史悠久的国家他们在内部里面你可以看到，伊朗不是一个非常严密意义上的现代化。从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很难用我们东亚标准来衡量，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东亚怪物房嘛，就东亚国家的组织强度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东亚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形成所谓的中央集权，这个中央集权是2000多年。所以我们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误判其他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怎么去运作的。伊朗很早就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权的官制，没有错。但是伊朗因为它是一个农牧并耕的国家，所以它的国家的整个官僚体制的严谨程度其实是远低于东亚。这一点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们元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执行的就是叫理财，然后会大规模的进行这个所谓的包税。那这种做法在伊朗那肯定行得通。为什么？伊朗高原上牧民来无影去无踪，你要怎么跟他跟税？你想办法征到税，那就很厉害了。哈梅内伊的死亡对于整个伊朗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原本我们以为哈梅内伊之死会让伊朗整个士气垮掉，或者是陷入内斗，或者是伊朗的反对派趁机举行大型的集会游行、大型的叛乱活动，然后进而呢瓦解伊朗政权。我猜测这个一定是以色列跟美国的判断，不然他不会用斩首刑。如果美国是这样想的话，要证明说美国为什么在哈梅内伊挂了之后要加大轰炸，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要加速摧毁你整个组织架构。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组织架构都一样的，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嘛，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思考方式。所以第一时间呢，当哈梅内伊被干掉之后呢，确实伊朗内部出现了小规模的庆祝，但是好像并不多。一方面是伊朗已经进行全境的资讯封锁，因为这一招非常有用。上次大巴扎之乱的时候，伊朗一个动啊，一口气干了6000人嘛。当然外媒说3万人，可是就是看起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反而是我们预测的，就是伊朗国内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个我就川普或者是以色列总理纳坦尼亚胡预想当中，伊朗的反对派起来大规模反对教士政权的这个状况，目前并没有发生。那代表说上一轮的大巴扎事件当中，整个教士集团或整个政府，伊朗政府对这个国内的反对派进行的镇压跟清洗，它的效果依然是有效的。这个事情反而呢，伊朗革命卫队继续的对美国发生打击。当时他们一挂的时候，大概伊朗才打到第5波、第6波，现在已经打到第10波了，基本上把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基地，甚至美国的资产炸了个遍。然后现在的具体状况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预判是失败的话，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跟伊朗死磕嘛。伊朗这一次看得出来，在上一次12日战争之后，伊朗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主要有几个点。第一个，上次伊朗拿了很多是集束炸弹，集束炸弹对于人烟稀少的军事基地来讲，只要不是直接命中，基本上能杀伤的有限。一个弹下来有很多小子弹，啪啪啪，主要是做人员杀伤。但你人员如果关在室内、地下，那就没什么问题。它对建筑伤害有限。这次伊朗的各型导弹，包含无人机，显著增加了载弹量，因为那个爆炸当量很明显跟上次是不太一样。再来，还有一个事情是，从伊朗发射无人机去打在波斯湾周边或者在波斯湾里面的美军基地，简直就是易如反掌，根本防不住，太多了。这是用了很多高超音速飞弹，而且载弹量显著有所。比如说，就看到好几次3发拦你1发，70加70加70等于210，命中率就将近100%，不是只210。结果呢，210还落空，因为人家命中率可能是270。继续这样子下去会怎么样呢？除非美国发动地面战争。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能够充分占领吗？主要是伊朗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到目前为止传出了几个消息对美方来说确实有一些损失，例如有一艘补给舰据说已经被击沉这个目前美国还没有充分说明，也没有证实，但看起来也没有反对，也没有否认。伊朗也有一艘隶属于伊朗国防军的，也有一艘军舰被击沉，然后美国的3架 F-15在科威特上空被击落，说是科威特的防空导弹打下来的，是爱国者打下来，伊朗说是自己打下来。那这个有一个方式可以证伪就是说第一时间是谁先发布消息的，看起来是伊朗，伊朗说打掉1架，然后美国紧接着承认他有3架，那是怎么样？但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消息太乱了。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大概率可以把整个战情做一些理清。美国这一次不是无损，不是只是扔炸弹，以色列扔了2500个炸弹，攻击了500个目标，但伊朗依然在对以色列发射导弹还有无人机，而且看起来整个波斯湾里面目前充斥着各型无人机在炸。因为呢，伊朗另外时间呢，他的革命卫队也公开的广播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什么是荷姆兹海峡或者霍姆斯海峡呢？就是在波斯湾进到阿曼湾，准备进到阿拉伯海跟印度洋的，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狭窄。来，第3点，刚刚讲到斩首会不会让伊朗停下来？似乎没有，所以第3点可能是状况是什么？根据伊朗自己的报道，目前哈梅内伊已经把他的指挥领导权都安排妥当了。那如果都安排妥当的话，目前反应最激烈的是谁？谁主要在打飞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我们知道是属于教士集团直属的武装部队，他们跟伊朗国防军有一个根本不一样。伊朗国防军是世俗的军队，国家层面可以妥协，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没有任何退路，因为它已经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欧洲也跟进把它列为恐怖组织，所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旦美伊之间上谈判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势必变成被清算的对象。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跟你想象当中的军队不一样的地方，它本身有大量的企业，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民政权、影响权在伊朗各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组织军队经商当然不好，但是在伊朗这样特殊国情的国家里面，军队营商也许不见得是个坏事，它可以把军工产业跟商业跟一般的民工做一些结合，在它整体经费有限的状况之下，至少可以缩短或减少军事生产的成本的消耗。伊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它的所有的产业链都有，但都不咋都不是很好就不是最新的，大概率工艺都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大概落后这个主要世界大概落后的20年到30年左右。那革命卫队本来就是宗教属性很强的军队，那只会更加的加强打击。竟然明天是死，那今天的退路但是没退路。那而且革命卫队经过这么多年长期的发展，确实也积累了相当的实力，而且革命卫队大概率相对于伊朗国防军、伊朗一般的民政、警政或政府，它的渗透率的难度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毕竟这支部队它是以宗教作为一个基底，而不是以一个世俗作为一个基底，有可能出现第4点，哈梅内伊的死反而让革命卫队更加掌握整个在伊朗内部的主导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伊朗会出现难得有一个比较整合意见的状况，也就是强硬派抬头。那到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我自己个人在推断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做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把情势给理清之后，如果伊朗伊斯兰这个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上头的话，那接下来这场仗就会形成一种消耗战，你炸你的，我炸我的，大家互相炸。当然，伊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防空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伊朗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工业产品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最多到2000年初，所以它的雷达系统，尤其是电子相关系统是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在这个时代呢，电子战很重要，所以伊朗只能压制一开，众生平等。它是从俄罗斯进口那个电战压制器，那这简单来讲就是什么？那个黑幕一打开，铁幕一打开，全部就是大家平等。伊朗只能靠着国土大挨揍。好，可是我跟你讲我刚才不是讲到第4点，革命卫队会很硬吗？强硬派会上台吗？看起来是这样。第5点，你美国跟以色列继续这样大规模的滥轰滥炸，你说你端掉的都是伊朗的高层吗？那有没有可能没有端到就炸到别人呢？而且大家知道以前以色列在炸加萨的时候，他是会发预告单的，发预告单你赶快滚了之后我再炸，所以通常死亡人数会比预期的少很多，因为大家会怕会跑。可是你现在这样子疯狂的狂轰滥炸，那我就问，原本最挺美以的，应该说最亲美以的、最反教士政权的这一些城市的中产人群、城市阶层、都市阶层、世俗阶层，他们聚居在城市，尤其在德黑兰最多。你这样疯狂对德黑兰狂轰滥炸，请问他们怎么挺你？而且他们的上层组织被打散，因为之前大巴扎事件的时候，基本上层被拉光了嘛。然后这些人他怎么反？在美国跟以色列再有再多所谓的公平正义，你就明着在人家国土杀人啊？请问你炸伊朗是根据什么国际法？请问你炸伊朗你是什么理由？请问你他妈的炸伊朗你是凭什么？请问你炸伊朗又根据了哪一条法律？根据了哪一条国际规则？根据了哪一项违反事务？
助？伊朗没跟你谈吗？所以今天联合国开会，整个国际的风向没有一面倒支持美以，事实上对美以是不利。讲白了就一件事嘛，霸权。霸道霸行，他们是没有任何道理，也 make no sense。所以宣布我不会参加这一轮的轰炸，那代表什么？欧盟不会动，英国到现在观望，只有美国跟以色列，是他们无所谓啊，他们是无所谓啊。可是问题这个在国际观瞻看起来很没用，但它就是有点用，它也没有用到非常有用，可是它确实会形成一种逆向的压力，这是你没有办法摆脱的。好了，我来解释一下啊，国际法是这样，对啊，他打加沙没有压力，其实照以色列的实力。它是可以把整个加沙所有建筑物全部拆光，把所有加沙人丢到海里淹死或就地打死，以他的军事能力做不做得到？可以。那为什么以色列不做？那以色列表面上不在乎国际观瞻嘛，但凡他不在乎国际观瞻，他就已经被国际观瞻绑住了。他要但凡再野蛮一点，他可以把整个加沙全部杀光、抢光、烧光，全部推平。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说国际观瞻有用也没什么用，没用但是还有点用，它会有各种绊子，但它没办法真的阻止你，因为联合国部队也不跟大部队冲突，它只能做维和。俄罗斯本身没有去工业化，虽然它的民生的东西不是很好用，但顶着用。还有俄罗斯的大量进口各种产品从中国进口，所以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就是俄国只要油价一涨，它就活过来了；只要油价一跌，它就死去了。这就是俄罗斯的特色。这个俄罗斯平均产石油是20到40美元，一般来说，油价超过70美元，俄罗斯就会活得非常滋润。然后页岩油必须油价在70美元以上，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润，因为它的成本就是50-60元，它还扣掉一些其他的，它就赚得很少，它超过70元以上，所以你刚要赚钱，俄罗斯是赚到麻痹，所以看了一下乌克兰会完蛋，会加速，只要油价继续涨，加速乌克兰完蛋，而且这一轮这个美伊冲突如果继续加强下去，那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6点。这个油价问题所进而推升的是这场战争会不会长期化？其实从各方条件来看都没有长期化的空间。以色列向来就不打长期化的仗，因为以色列没有纵深、没有库存、没有人力，所以以色列很难长期化。现在以色列狂轰滥炸，那2500枚炸弹加上大量飞机的那些油料，空中加油谁给他挺？美国嘛，那怎么办？那美国能继续烧吗？所以其实很多人以为油价抬升，美国很爽，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川普那么怕油价抬升？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不是油价抬升，你页油卖爆啦，你干嘛不卖呢？不是，你油价抬升卖出去的钱比不过美国的消费，因为这里关涉到一个东西是，我也不算很懂，但是我可以简单跟你基本讲一下，美国的消费是高级消费，就美国是在消费链的最末端，开各种吃穿用度，而且他们用都要用好的，即便美国的一般是比较穷，但他们的消费力高嘛，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油是整个所有生产链最基础的原材料，所以美国的通膨啊，底层往上累加，它不是等差级数，它是等比级数，就指数级增长。所以为什么每次世界物价通膨的时候，美国通膨都涨特别冲？因为美元贵嘛，它啪一下就很高嘛。但是对比它的对手，比如说俄国或中国，俄国跟中国基本上对物价相对不敏感，对国际的这些原物料的涨价相对不敏感。就讲到伊朗的工业生产线会不会炸掉？乌克兰到现在为什么还有军工生产能力？为什么到现在乌克兰还有无人机生产能力？小作坊。乌克兰就是玩全民作坊，每个人都在戳。乌克兰给了大量的，就外国援助，他们给了大量的钱，用各种民用的角度、第三方国家转寄的方式，进了一大堆无人机原材料，那小作坊戳出来就送出去，因为科技含量很低，科技含量很低。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是非常非常深层次的冲突。以色列这个国家面积太小，所以它的面积很小的原因。让以色列对于只要周边伊斯兰国家任何有核弹的，它都会形成生理性反应。这个生理性反应就是死亡的恐惧。我们这么说好了，我们分成3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要的是什么？伊朗停止核浓缩铀，并且交出荷兰料，态度有点暧昧，但其实他也是希望消灭弹道飞弹，但这个目标很难，所以以色列跟美国在态度上有些微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弹道飞弹是打不到美国，那弹道飞弹就算全废了，小摩托也可以炸得到美国，几乎在整个波斯湾地区所有的基地。这次美国的乌代的空军基地啊，巴林的海军基地、第5舰队总部啊，全部都是小摩托去打。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说，对以色列来讲，他提的条件绝对是伊朗无法接受，这叫做根本性矛盾嘛。根本性矛盾只有2种解决方法，一种一方彻底死亡，另外一种2方彻底和解。那在目前来看，没有一方能够彻底死亡，也没有2方可以彻底和解，所以就会不断的拉锯。这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间歇性爆发，从12日战争中间停战，又在间歇性爆发的结果。
好，所以我们提出的疑问，好，大家想一想这个疑问，你觉得这场战争会打多久？如果美国想打长期作战，得先有打长期作战的能力。还有，你打进去伊朗，你想要做什么？推翻伊朗现代政权吗？你有能力控制伊朗？我跟你讲，我从历史的脉络来跟大家看，为什么我一直预测说打不了地面战？伊朗这个国家历史以来，除了一次是被欧洲国家消灭之外，多数时候都是亚洲国家，要不然就智利。但是这反映它的地形特色，伊朗这个国家周边弱的时候它可以扩散，周边强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自守能力，但是又没有办法完全自守。从历史上，即便是英国人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是直接统治伊朗，它是保护伊朗。其实简单是机迷的方式，等于说是用个宗主国的方式去间接控制伊朗。尤其美国近来啊，在他的陆续结束了阿富汗战争、结束了伊拉克等等的这工作之后，美国人基本上不打长期战争的，都是做短期投入。除了美国比较有能力打长期战争之外，以色列是从不打长期战争。以色列打战争都是非常有名嘛，6日战争啊等等都打很快，几个月就搞定了。伊朗上次轰以色列为什么轰12天？轰到以色列不要的，但伊朗也不愿意再轰下去，因为伊朗的弹药也不是无限的。所以今天你要地面战，你要全面占领，从历史来看本来就不可能。现代科技里面影响最小的就是地面战占领这件事啦。只是现在问题就来了，那这场战争能打多久？我认为是取决于双方的弹药数量，因为如果只是继续魔法对轰、远程打击的话，那就是双方的弹药数量。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一个事情：当大量的高级弹药打光之后，精确制导的、超高音速的战斧飞弹、巡弋飞弹这些都打光之后，接下来要打什么？接下来就比耐力。如果魔法对轰进入到耐力赛的时候，那就看谁制造弹药的成本低廉嘛。那我觉得这个在这方面，伊朗还反而有一点小优势，因为小摩托真的很便宜，一架就1万块到15000块美金。所以接下来推估就这样，这个战争会不会立刻结束？我认为不容易，因为哈梅内被干掉了，有40天的报伤期，你总不能报伤期还没结束你就给他结束吧？至少伊朗做不了嘛。伊朗如果做这件事情，那政府也别混了，佩泽西奇朗也别干了。哈梅内的死哦，对于整个战局的改变是什么？全面开战得先有直接接触、直接性的正面冲突。那以地理位置来说，美国根本就不在亚洲，甚至它根本就不在印度洋，也不在地中海，所以第一个它没办法接触嘛。第二个，以色列跟伊朗差了1000多公里，光地面上要打这么长的补给线就是不可及。全面开战的核心逻辑是，我能够达到我的作战目标，我才会全面开战。我如果达不到，他绝对不会，领导者就绝对不会做全面作战。For example， 举个例子，二战的时候，德国早就想干死苏联了，因为他觉得苏联很废，好跟芬兰打得哩哩溜溜，被芬兰死神杀了一塌糊涂。他看到芬兰的冬季战争，虽然芬兰输了，但是苏联付出极大的代价，分军只有18万，苏军动员60万人以上，就被分军打得乱七八糟，所以德国很轻贱，非常轻贱苏联，而且更前面的内部还在发生大清洗。但德军为什么始终没有动？反而之前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德军在此前，他主力部队在应对西线作战，他在处理法国问题，他在处理低地国家的占领问题等等，还有处理英国，因为英国的问题是什么？英国德军无法渡海，所以用产生英伦大轰炸，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一个状况。但是当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的时候，他有一个终战之道。巴巴罗萨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干掉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干掉莫斯科，侵占里海沿岸留铁，这叫巴巴罗萨计划的一个终战。他们认为达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头在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心脏在莫斯科，这是苏联的头跟心脏。苏联当时的渔夫之地在里海沿岸，巴库油田。所以这三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希特勒认为是做得到，他要求他的下属去做这样评估。虽然他的哈罗德大将是反对，哈罗德元帅反对，但是 anyway 总是有人泼他嘛，所以他觉得是会成功。等到他会成功的时候，他就发动攻击了，他绝对能成功，所以是初期作战非常好，但是他忽略了苏联的纵深。好，这就是我要讲的作战计划，你至少要有一个想定的胜利目标。好，所以我们刚才把全面开战定义都顺了一下嘛，那接下来结果，那你的终战指导是什么？能够终战指导？所以我认为川普说地面部队要进军伊朗，我认为是说而已啦，但真派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有个问题是啊，你要派地面部队，你这个要经过国会吧？当然他是把海军陆战队派进去，但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进行高强度占领，所以如果真的派地面部队，有可能形成一个部分的波斯湾港口的占领，有没有可能这样做？是有可能，可是这又形成一个问题，你如果这样占领，你的占领能持续吗？那这个就已经不用空中小摩托了吧？这随便来个土炮火箭弹都可以轰你。我不认为啦，我在我的逻辑里，我不认为全面开战有条件。以色列打不起，伊朗没能力，美国真的太远，然后地形不支持，所以基于几仗经验，我认为全面地面战开打，那个才称为叫做全面开战。
我认为没这个条件。但是魔法对轰会一直持续，只是前期会以高精度、高强度的炸药制导这些，但是呢会长期化。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把哈梅内干掉了，这就是哈梅内死掉最大的问题。你40天丧期之内你怎么讲？所以至少这个战争，我认为至少要打40天。好。可是我要来找补了。第一个找补是，以上都是推论，很可能发生抽风的事情，因为这世界正在魔幻跟疯狂化，所以我们很难确定有没有人会不计成本代价干这件事，就像川普，或者是伊朗国内又发生了一些政治上情势的变动，教士派可能下台，或者是温和派上台，或者内奸取得主导权。很难说，但唯一可以确定是，以色列真要去打伊朗，从陆战来说，几乎不存在可能性，因为送不过去1000多公里啊，除非美国人帮忙。